最近是松茸上市的季节，作为一种野生菌，松茸不仅没毒，而且还可以生吃，堪称是野生菌入门的优选了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，不是每个人都欣赏得来。我其实就属于不太爱它的人之一，不过有2个吃法深得我心，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好了。就直接不沾水，先把菌脚上的泥刮一下，等下会比较好洗。这个是松茸的小骨朵，还没有开散，所以长得还不像一个典型的蘑菇状，肉质就会比较嫩，比较紧实，完全不塞牙。松茸这种东西是不是舌尖一的时候大火起来的？所以好像价格也涨了不少。关键是市面上还有很多盗版，有的用的是一种不咋好吃的野生菌冒充的，有的直接就用人工菌冒充，比如说鸡松茸，除了名字蹭了一下之外，可以说在味道上简直是毫无关系。就康师傅和康帅傅都比你有关系好吗？当然他们本身也没什么过错，但无良商家给他卖出松茸的高价，就简直是诈骗了。刚才已经把主要的泥给刮掉了，所以现在还是比较好洗的，轻轻搓2下就行了，也不用什么特殊的工具。这个不是我没洗干净啊，它就是自带一层虎皮色的外套。但其实如果按照我老母的理论，菌子就是不能洗得太干净，否则就不好吃了。但是我洗的还是挺干净的，现在其实就可以闻到它那个特殊的气味。第一个做法是焖饭，先来挑选一下，感觉不太紧实的或者有虫的就拿来做这个，质量比较好的就留着生吃，毕竟菌子生吃事小，虫子生吃那还是有点可怕的。不过我今天这些品质都还不错，就没有什么太生虫的，里面还是白白净净的，肉也非常的紧致。直接给它切成大一点的丁，因为这种菌菇类好歹也会出一点水的，虽然说松茸已经算是不怎么缩水的类型了，吃上去感觉就在切很扎实的泡沫，而且切的时候它的味道好重啊。中奖了，像这个就是生虫的，活生生在菌子内部凿出了隧道。如果喜欢增加一点口感的话，也还可以切点笋丁之类的脆脆的但是味道比较淡的蔬菜进去，我今天就不放了。好了，焖饭用的松茸就切好了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野生菌的好朋友是谁呢？是火腿。虽然蒜和辣椒也是朋友，不过做焖饭加了火腿，香气就会直线上升。今天要开一块新的火腿了，有没有觉得这块火腿非常的诱人？因为我小块的用完了，所以这个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还稍微有点没解冻。这个精华部位皮什么的就留着炖着吃，切点中间的肉来做焖饭，就光是这么一切，这个火腿就太香了，我简直想生吃一块。可惜这个只是1年多的火腿，不能生吃。如果没有火腿，用培根或者香肠之类的也可以，实在不行就普通的猪肉、鸡肉之类的。如果喜欢的话，火腿肠都行，也是一样的，就切成丁。它只是个配料，所以也不用切特别多。米饭的部分，今天我就用1杯米，我加了一些白藜麦在里面。做这种焖饭就是要料足才好吃，所以米饭就不能太多了，否则等下煮完了一膨胀，简直是大海捞针。洗完就比平常煮饭放少一丢丢的水量。本来是直接把所有料和米饭放在一起煮就可以了，但火腿和松茸都是用油炒过会更好吃的，我就来勉强麻烦一下。基本上用什么油都可以，当然猪油是最香了。不过因为我的火腿自带肥肉，所以我就用点植物油吧。因为冷冻过，所以它有一点水分，有点炸。基本上炒到这种边缘金黄，就看起来口水都要流出来的状态，就可以把松茸也加进去。用热油炒了一下，马上就能闻到那个剧烈的松茸味，感觉这个抽油烟机都有点挡不住。炒着炒着，松茸也是会出一点水的，不过不多，随便稍微炒一会儿，水分快要干了就可以了。直接把它铲到电饭煲里，用砂锅做也许是会更香，不过我目前还没有勇气使用砂锅这种东西，总怕它当场爆炸，所以就用电饭煲吧，就还很省事，而且我也不爱吃锅巴。虽然我这个火腿不太咸，但是主食就是宁可淡也不能咸，所以我就先不加盐，直接用煮饭的功能煮就可以了。焖饭已经快好了，现在就来做第2个吃法，生吃，或者说洋气一点，刺身。松茸要生吃就要选这种肉质还非常紧实的，里面完全没有生虫，然后洗的时候也不太会进水的。切就没什么特别的，就直接切片就行。不过说真的，摆盘就很重要了，
决定了你卖88还是588。弄点假山、青苔，再来点干冰，烟雾缭绕中若隐若现的话，想卖的便宜都难。不过我就只能搞出来这种感觉58也卖不出去的啊，越来越丑。好在唯一的顾客也不在意这些，就这样吧，我感觉我已经快要饿死了。蒸吃的重点就在于调料，目前流行的好像就是酱油加芥末，就跟吃生鱼片差不多。不过我今天要用的是酸辣的调料，小米辣切圈，来点酱油，再来点醋就好了。蘸水的味道不要过于复杂，否则配上松茸的味道真的会一言难尽。这边焖饭也好了，打开看一下，也太香了。而且它虽然没有放酱油，但是已经有酱色。终于可以吃饭了，现在把这锅饭搅拌一下。虽然我今天好像已经说过很多遍这句话了，但我还是想再说一遍，好香啊！我在想这个米饭的酱色是不是来源于松茸的豹纹调色，感觉松茸都突然隐形了。先给自己盛上扎实的一碗，我现在急需碳水的轰炸。一大勺接一大勺往下吞米饭，感觉我灵魂都回来一点。盐是稍微有点不足了，但也算可以吃的程度吧。这个火腿不仅不咸，而且还是带筋的，好吃。松茸的口感还保持得相当好，乍一看还有点像杏鲍菇，不过味道就不像了。松茸本身的味道还在，它就是那种又青草又坚果的味道，和肉类碳水一起焖，就好像驯化了它的野性，就变得柔和了。整个饭的味道非常的融合，它的坚果香就比青草香要明显。但是如果加了水，比如说炖鸡啊、火锅之类，松茸味就会变得很淡。不过其他的野生菌也是这样的。再来吃吃生的，先来一片啥都不蘸的吧。脆脆的，有水分，就是剧烈的松茸味，而且以青草味为主，好像也有人说是松针味吧。坚果味就很淡，我个人呢就不是特别的欣赏得来这个味道，蘸了蘸水味道就会好很多。虽然青草味还是很重，不过因为酸辣味也很明显，整个味道就会平衡不少，就不会给我那种空口去啃盆景的感觉。当然它们也可以组合起来一起吃，一口吃2个味道。松茸的味道即使在野生菌界也算是比较复杂的。今天这2个做法就是强调了松茸味道的不同方面，所以就会有再吃2种东西但是又隐秘相连的感觉。这么复杂的层次，难怪人家卖的贵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以前其实松茸也没那么贵，喜欢它味道的人就好像没有现在那么多。我小时候就真的一口都不想吃。一定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吃到我自己做的焖饭。